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，可能很多人听过，但不太确定怎么用的概念——八正道。哦，八正道。对，经典里说，这不只是一条古老的修行路啦，更像是一套帮助我们应对生活挑战的工具箱。没错没错，经典里面有提到啊，就是说生活难免会有让人不喜欢甚至痛苦的事情嘛。对呀，像是变老啦、生病、失去这些，想到就嗯，经典说这些就是忧悲苦恼。那八正道呢，其实就是经典指出来，能够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减少，甚至最终摆脱这些苦恼的一个方法，一个道基。听起来很棒哎，毕竟谁不想要少点烦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道要怎么走啊？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哎，能不能来点生活化的例子啊？当然可以。其实经典有个比喻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哦，是什么？他说：世间杂五色，必非为爱欲。意思是说，你看哦，世界上漂亮的东西、吸引人的事物很多嘛，五颜六色的。看到这些，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不是问题哦。哦，那问题是？问题是后面那一句：贪欲绝想者，是者是弗欲。贪欲绝想啊，就是说我看到那个东西，然后心里一直想着我要，我好想要，我一定要得到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心里的念头，那个强烈的占有欲，那个才是经典里面说的欲啊。所以问题，不是外面的东西多诱人，而是我内心的那个执着跟纠结。完全正确。经典里把它叫做内缠，内在的缠缚。啊哈，这个我懂。有时候滑手机看到想买的东西，哇，脑子里那个小剧场真的可以演一整出连续剧，哈哈，你这个比喻很贴切。对，内心小剧场。那八正道正好就是提供了一套方法来处理这种内在的戏码。好奇了。那具体来说，如果我现在就超想买那个最新款手机，或者对某个人事物非常执着放不下，那8个步骤到底要怎么帮我导戏呀？好，我们一步步来看哦。首先呢是正见 （right view）。正见，这就像是戴上一副智慧眼镜，你要先看清楚哦。如果我现在冲动买下去，下个月可能就真的要吃土了。或者我如果一直陷在这个关系里，可能会伤害到彼此，忽略更重要的事，就是看清楚行为跟后果的关联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哦，先看清楚，用智慧眼镜看 ，OK？ 对，然后呢是正智 （right intention），也有人说是正思维。正智，看清楚之后呢，你就要下定决心了，告诉自己，好，我决定不要被这种短暂的欲望绑架，我要选择一个对长远来看比较好的方向。比如说远离不必要的贪求啊，或者提醒自己不要一直生气，不要去想那些伤害别人的念头。OK， 所以先看清楚，然后下决心要做对的选择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听起来好像还是在心里想。对，前面这2个比较是内心的功夫，接下来就要体现在外在了。第3个正语 （right speech）。正语，说话。没错，就是好好说话。不要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去说谎啊，或者讲一些花俏不实在的话。还有就是，不要讲那些挑拨离间的话，或者是很伤人的话。管好嘴巴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所以不只是不说谎，连八卦闲聊、酸言酸语也要注意啊。对对对，这都包含在里面。然后是第4个正业 （right action）。正业，做事情吗？就是行为，不只是嘴巴说的，你实际做出来的行为也要端正，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像是伤害生命啊、偷东西啊，或者发展一些不正当的关系之类的。了解，所以正语正业就是把前面那个正治的决心落实在讲话跟行动上。可以这么说。然后呢，第5个正命 （right livelihood）。正命跟工作有关吗？听起来像。没错，就是只用正当的、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谋生，确保我们赖以为生的方式不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。这个很重要。对啊，再来哦，第6个正方便
right effort， 也叫正精进，哈哈，不是那个方便啦，是方便法门的方便，意思是努力勤奋。这就像健身一样啊，需要持续练习，要有意识的努力去防止不好的念头，像是贪心啊、嫉妒啊，阻止它们长出来。同时呢，要努力培养好的念头，像是宽容啊、慈悲啊。经典说，这就像园丁一样，要除草，也要浇花，要勤劳。哇，这个听起来要一直很用力耶，有点累。这就需要下一个步骤来帮忙了。第7个，正念。Right mindfulness。正念，这个我听过。对，正念不是要你一直绷紧神经哦，它比较像是培养一种清晰的觉察力。觉察力。对，就像你站在路边看车子来来往往，念头来了，不管是想买东西的欲望，还是烦躁的情绪，你都能清楚看到，念头来了，但是你不必马上跳上那台车被它载走了。只是看着它。对，就是观察它，知道它会来，它也会走，它是无常的，不被它牵着鼻子走。这个好，感觉比较轻松一点。然后最后一个，第8个，正定。Right concentration。正定。透过前面这些，特别是正面的练习，你的心会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平静。就像一杯很浑浊的水，你把它静静放着，那些杂质慢慢沉淀下来，水就变得很清澈了。当你的心安定下来，就不容易被外面那些欲望的风吹得东倒西歪。而且这种内在的平静跟喜悦，其实远比那种短暂的感官满足更持久、更舒服。哇，这样听下来，8正道根本就是一套完整的内心管理系统嘛。从看清楚问题正见、下定决心正志、管好说话跟行为正语正业正命，然后持续练习正方便，保持觉察正念，最后达到内心稳定正定。这不是要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木头人呢？不是，反而是要做自己情绪和欲望的聪明的主人。你这个总结很好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它的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练习过程。经典里面叫学，真的需要耐心，还有刚刚说的精勤方便，持续的努力。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在生活中试试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起点？有啊，其实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，比如说就从我们刚刚提到的正语来练习。正语说话。对，试试看，花1天就好，特别留意自己说的话。当你很想加入办公室的八卦、两舌，或者忍不住想回一句酸言酸语、恶口的时候，先停一下。停一下。对，就停个半秒、1秒，去觉察到我想说这个话的那个冲动，然后试着选择，这次我不说出口。觉察到，然后选择不说。对，试试看，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怎么样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，而且马上可以在生活中用的练习。从管好自己的一句话开始，把好像很抽象的道理落实在很具体的行动中。这个提议很棒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，感觉收获满满。不会，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，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。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